你知道柯南里最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吗？是毛利小五郎这个人，他是观众眼里的废柴侦探，可是警视厅的神枪手怎么可能是废柴？服部第一次被柯南麻醉，中途就醒了过来，后半段全程装睡，最终看穿柯南的小把戏。毛利小五郎身体强悍，他可是被小兰踹进墙里都没啥事儿的男人，换个人早进 ICU 了，但他天天被柯南扎，难道身体没产生抗药性吗？服部中途都能醒，那毛利这大体格子醒的应该更早啊，但他却从来没有提出过质疑。那么解释只有一个，他想躺赢，自己啥也不用干，女婿天天围着自己打工，还不用担心这小子拐走自己女儿。就柯南现在这儿童小身板，想拐也是有心无力，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时喂他吃大逼斗，终于可以报仇了，哈哈哈。每次在发生案件后睡一觉名利双收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我这么说也不是毫无依据，首先剧情里就有铺垫，毛利大叔在想要喝啤酒的时候被柯南一针扎晕，晕之前他说最起码也该让我喝一口之后再这样对我嘛。还有毛利大叔在一次推理过程中出现失误，此时柯南用变声器的声音乱入，避免让会长碰到双腿，把刀子刺入会长的肺部。没错。但毛利大叔只是微微一愣，就顺着这个声音继续下去了，事后也没有任何追究。其实早期剧集已经出现端倪，柯南在射晕毛利大叔后被小兰抓包，他不小心踢到毛利大叔，这里毛利大叔已经睁开眼睛了，就赶紧随着动作倒了下去。不得不说，这演技简直封神，你真的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而且毛利大叔的破案能力也超强，只要是和他有关的人，他都亲自下场推理。同学杀的同学，他根据线索很快推理出真相，恨铁不成钢的抓住凶手。曾经教过的学生犯罪，他不忍心戳穿，想要喝酒麻痹自己，最后还是引导对方走向正途。曾经暗恋过他的女生想要替别人顶罪，他比柯南还早的推理出真相，甚至柯南以为凶手是女生的情人，而毛利大叔仅凭他们间的态度就知道他们是父女关系。种种事件表明毛利大叔的推理能力很强，他就想拿变小的新一当驴使，新一如果变不回本体，那就做好给他打一辈子工的打算吧。什么废柴侦探，他根本就是黑心老板，那黑心老板还知道给员工月薪3000，月休2天呢。柯南一天平均破好几个案子，他得到啥了？除了偶尔能和小兰一起洗澡，就没有任何福利了。甚至柯南他妈还给了毛利大叔1000万的抚养费，大叔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！不可否认，毛利大叔贪财好色赌博，缺点一大堆，可这些缺点真的能掩盖他身上的发光点吗？一个在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的男人，一个面对罪恶永远站出来的男人，一个哪怕喝得烂醉，听到案件也会瞬间清醒的男人。他的能力远在新一之上，他有的人生阅历，17岁的新一还要沉淀多年后才能明白。也许他确实爱钱，但他从不为钱放过任何一个罪犯。也许他确实好色，但他对飞鹰里的爱从来没有打过折扣，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婆的事儿。也许他看起来不靠谱，但真正的底线他比谁都清楚。所以装睡的人也许才是最清醒的那一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毛利大叔到底是什么时候看穿这一切的呢？